非暴力沟通是一种沟通方式，核心在于用爱与理解来取代批评与指责。它不仅仅是讲话的技巧，更是一种关系建立的心态。这个方法的4大要素是观察、感受、需求、请求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先看到事情的真相，了解自己的感受，理清自己的需求，然后用尊重的方式提出请求。有一天，15岁的佳佳和妈妈因为手机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放学后，佳佳一回到家就趴在沙发上刷手机。妈妈看见了，立刻火冒三丈。妈妈皱着眉，手叉腰说：佳佳，一回家就玩手机，功课呢？佳佳愣了一下，然后翻了个白眼，心里的情绪瞬间爆炸了。佳佳声音拔高说：你为什么总是这样？我刚回家就要被骂。妈妈也没忍住，提高嗓门说：你看看你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玩物丧志。两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场面陷入僵局。佳佳气着把手机一摔，跑回了房间啊。妈妈站在客厅，又气又累，喃喃地说：这孩子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这天晚上，妈妈失眠了。她在网上搜寻如何和青少年沟通，意外看到了非暴力沟通的方式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她决定改变策略。第二天，妈妈敲开了佳佳的房门，递给她一杯热牛奶。妈妈平静地说：佳佳，昨天我们吵架了，我很难过，因为我其实很担心你。佳佳有点吃惊，没有想到妈妈不是来兴师问罪的耶。佳佳弱弱的小声说：老师骂我也很委屈啊。妈妈听了，回想起非暴力沟通里的第一步，观察而不评价。妈妈点点头说：我昨天看到你回家后一直玩手机，觉得你可能没有专心准备功课，我有点着急，但我没有问清楚你的情况，就对你发脾气了，这让我们的对话变得很难受。佳佳低头喝牛奶，沉默了一会说：其实我作业已经写好了，只是今天学校太累了，我想放松一下。这次妈妈没有急着反驳，而是进入了第二步，感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刚回家看到你玩手机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很担心，害怕你一直玩手机啊，会耽误到功课。佳佳抬起头，皱了皱眉，委屈地说：可是你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，一回来就骂人，我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。妈妈听了有些羞愧啊，但是也抓住了第三步，需求。对不起，佳佳，其实我需要的是确认你能够安排好时间，这样我也能够放心。而你呢？你希望我怎么做，能让我们更好的沟通啊？佳佳的眉头渐渐松开，回答说：我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说完，再做决定。我不是不写作业，只是想有点时间喘口气。这次的对话出乎意料的顺利，最后妈妈提出一个请求，也是非暴力沟通的第4步。那以后我们可以有个约定吗？如果你觉得需要休息，就跟我说一声，好吗？佳佳点了点头。这场手机危机终于演变成为母女间的和解。妈妈心里感慨啊，
原来问题不在于手机哦，而是在于沟通的方式。非暴力沟通教会我们在对话中先理解，再被理解，学习关注感受与需求。它不是回避问题，而是用平和的方式让双方看到彼此的内心世界，从而找到解决办法。在亲子关系中，这种沟通模式尤为重要，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化解冲突，建立真正的连结。